今天呢，我們要聊的這個地方很特別啊。如果現在問你，蘇艾弄這個地方在你印象中是怎樣的呢？可能你會想到，哦，那邊很多有錢人住的咯，可以打 golf 的咯。也有可能你也會想到，哦，猶他那邊嘛，很多學生咯，賽車咯。你看是不是很奇怪？同一個地方為什麼會有兩種這麼兩極化的印象呢？老實說，我自己對蘇艾弄的感情呢，其實也是挺複雜一下的。因為我記得在2014年的時候，我剛入行的時候啊，蘇艾弄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很 premium 的住宅區。雖然它的地址是 Kajang， 但是它其實非常靠近 Cheras 的。通過 Cheras Kajang Expressway 啊，住在 Cheras 的人會覺得哇，蘇艾弄的排屋啊 ，semi bungalow 性價比很高，而且那邊的房子很多都是用那種紅磚建的，很有那種歐洲小鎮的感覺。再加上那一個全馬第一個 Jack Nicklaus 設計的蘇艾弄 Golf and Country Club， 哇，整個感覺就像是在吉隆坡旁邊的世外桃源，很美，很寧靜。就像現在我帶你們去看的，你看這一邊的蘇艾弄 area 哦，是不是比較安靜？你看車流量也比較少，比較舒服 ，greeneries 也多，然後也沒有那麼多的車。這個就是以前我所認識的蘇艾弄咯。但是自從猶他大學出現過後，一切都變了。蘇艾弄從一個高尚的住宅區 biu 一聲，知道嗎？biu 一聲變成了一個大學城。這個變化它不是慢慢來的，真的是一下子就炸出來了。而這個引爆點非常的清楚，就發生在2015年的6月1日那一天，猶他把他們在 PJ 和 Setapak 的幾個校區全部整合一次過搬進了蘇艾弄這個全新的總校區 Klang Valley 的總校區啊。這不是講這幾百個學生啊，我們講這的是成千上萬的，有包括學生、教職員，突然間就湧入了這個地方。所以在房產界，這種現象呢，我們叫做 demographic shock 人口大震盪。這個震盪徹底改變了蘇艾弄的 DNA。今天我就要帶大家來看這一個大學效應是怎樣把蘇艾弄分裂成兩個不同的市場。在2015年之前呢，蘇艾弄是怎麼樣的？它是由 SHL Singhap Lee 和日本的 Marubeni 在90年代初聯手打造的。他們的概念那時候很清楚，就是要做 leisure living 休閒生活。整個小鎮的心臟啊，就是那一個蘇艾弄 Golf and Country Club。這個 golf course 很厲害咯，它是金熊 Jack Nicklaus 在馬來西亞設計的第一個球場，所以整個 township 的定位就是高級、休閒、不擁擠。當時的房產也是圍繞着這一個心臟來建的。你們看，就像我剛入行看到的那樣，這裡都是那一些 bungalow、semi-D 大間的 terrace， 買家都是中產或者是中上階級的家庭，他們要的是空間、是環境、是 country living 的感覺。那時候有沒有 condo？ 有，但不多咯，而且密度也不高。比如說在1998年建好的 Cypress Condo。所以2015年以前的蘇艾弄房產市場是很單純的，它是一個自住型的市場而已。現在我先來你們看這一個蘇艾弄最大變化的中心點，那就是猶他蘇艾弄 Campus 啊。就是這個地方啦，在2015年的時候就有幾千幾萬個的學生就湧進來這個地方，這樣他們要住哪裡呢？這個就是大學效應的第一個衝擊波了，一個全新的學生租房經濟就此誕生了。你看我這邊周圍啊，這些高樓、這些 condo， 然後再看我前面的這些3層或者4層樓這些 shop lot 哦。尤其是這個 shop lot 我要講的就是在2015年過後哦，這一個猶他成立，然後開始運作過後這一個地方真的是越來越旺，越來越旺，一直到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面貌，哇，完全就是一個我理想中的那種大學生活的小社區，這樣知道嗎？因為大學一出來，哇，住在對面，然後四周圍就有很多這些店鋪。讓發展商的反應是最快的。他們發現到以前那一種賣給家庭住的模式，現在可能要改一改啦。一個新的資產類別就出現了，那就是投資者最愛的condo了。報告的數據顯示，這一個新的投資市場回報率還挺不錯一下的。
你看，在巴生谷啊，其實4%多的 rental yield，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健康還有穩定的。為什麼？因為 Utah 提供了保證的長期租房的需求 ，guaranteed long-term rental demand。這個市場呢也改變了租房的玩法。以前呢，一間 condo， 比如說 Green Acre， 可能他租給一個家庭，收着1500塊租金。那現在，投資者把單位隔間成4間房、5間房，變成 per room 啊，按房間出租。所以我看了這一個2024年的租金，你看一間家可能可以收到2000到2500，哇，這種高回報哦，也催生了一些灰色地帶，比如說非法隔間illegal partition rooms， 甚至Utah消防都必須要發通告提醒學生注意這些房間的安全風險。所以大學效應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創造了一個非常蓬勃、非常賺錢，但給你一點點野蠻生長的投資者市場啊。好，投資者很開心了嘛？那原本住在那邊的老居民呢？他們就活在了另一個世界了。對於這些追求休閒生活的老居民來說啊，2015年的人口大震盪是一場噩夢的開始。你們看，這個就是大學效應的第二個衝擊，大家無可否認的負面影響。第一個影響呢，就是交通阻塞咯。你看現在這一個商圈裡面呢，很多車流量，正常啦，因為商機多了嘛，商業活動多，人口多，人流量多，車流量多，自然的你交通一定會阻塞。然後再加上外面的那個江南蘇艾龍哦，在很久以前啊，在大學還沒有出現之前呢，那時候的設計哦，其實是大家都沒有想到要符合應付那麼多的人流量、車流量的。但是自從這一個大學出現了過後，人流增加，車流量增加，導致外面的江南蘇艾龍在還沒有擴建之前，其實是很塞車的。這一個也是有我們這一邊的居民協會 Resident Association 證實過了的。人多，condo多，自然的開車的人也多嘛。但是 parking 又不夠哦，結果怎麼樣？illegal parking 咯 ，double park 咯，結果就是這些 illegal parking 導致交通更加的阻塞咯。像噪音污染這個，我覺得不用多解釋咯，因為大家很 straightforward的。你想象一下，突然間在這個地方有幾千幾萬個大學生住進來哦，這樣他們這些大學生，他們的生活作息肯定和一般家庭 ，OK， 他們的生活作息會不一樣。我自己也是大學生，我也知道的 ，OK。所以對於那一些家庭是可能5、6點就起床，然後晚上9點多10點就開始準備睡覺的啊，對於這些人啊，肯定是難免會有一點在生活作息上的衝擊啦，或者是衝突啦。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蘇艾龍的雙面市場，這兩個市場是衝突的，投資者要賺的是按房出租，製造了高密度和噪音，而這些恰恰就是自住者最討厭的生活品質殺手啊！講到這裡好像很糟糕哦，是不是蘇艾龍已經不適合人住了啊？OK， 回到來我自己的個人觀點啊，我必須講啊，我還是覺得蘇艾龍是一個宜居的地方，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這些大變化，其實只是非常集中在一個地方而已。你們看，現在我又回到了這一邊比較老的、比較原始的住宅區，這邊是不是比較安靜、比較舒服嘞？其實這些地方呢，反而沒有受到這個大學的正面衝擊，因為比較裡面了嘛。那一些比較負面的影響，比如說噪音啊、塞車啊，那些問題只是圍繞着那個大學校園區，還有那幾個主要的商業街而已啦。相反的，因為大量的人湧入這裡，然後開始住在這裡，所以這些生活便利性反而大大的提升了。以前呢，這裡的商業活動呢，不如現在的那麼的活躍，那麼的多。但是現在你看，各種的餐廳、便利店、銀行啊，各種各樣的安親班啊等等的，多到你數不完。它不只是服務這裡的學生啊，其實它也順便服務住在這裡的老居民。所以你看，公共交通也有了啦。這一個是 T453，可以從這裡大巴士去到那一個外面 Bukit Tukung 的 MRT station 的。所以這個就是大學效應所帶來的好處啦。而最大的好處，通常啊都是由最大的壞處逼出來的。最大的壞處是什麼？交通了嘛，因為交通實在太爛了，所以市政局才
逼不得已採取行動，比如把加蘭蘇艾龍從雙車道擴建成3車道，甚至在計劃一個耗資3000萬令吉的 RAM 直接從加蘭蘇艾龍連接上秀highway，來解決那個塞了10年的瓶頸。但最重要的是這個 EKVE Highway 啦，它可以講是蘇艾龍居民的救星來的。它在2015年的時候開始動工，然後在它的第一個階段、第一個phase上，它是從 Twin Palm 蘇艾龍那邊的入口一直延伸到去安邦那一帶的。它在2025年的9月就開始通車了。所以這代表着什麼呢？給自住者來講，就是蘇艾龍居民來講的話呢，它就是得到了一個交通上面的舒緩。OK， 因為我可以把它當成看這是一個 alternative 的道路。如果你是講你要去 KL 啊、安邦啊這一帶的地方的話呢，你可以不需要太過依賴加蘭蘇艾龍或者是加蘭切拉斯這個路段，你可以通過 EKVE 去到這些地方。像如果是給投資者來講的話，更加簡單咯，一個交通方面的套序肯定是給房價帶來更加大的價值的。所以蘇艾龍作為一個交易中心這個地點來講的話啦，EKVE 就可以講是幫它吸引到更加多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讓它的房價、讓它的租金有得到更加大的保障。所以總結來講啊，這個 EKVE 哦，它是一個姍姍來遲的解藥，它遲了一個10年，但是好過沒有到啦。OK。至少還是能夠讓這一個蘇艾龍上面的這一個infrastructure 得到了一個升級，讓它追上了這一個人口的增加。所以總結一下，Bandar蘇艾龍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故事，而是2個故事同時發生。因為2015年的大雪效應，它分裂成了2個市場。第一個市場是自住者的有地市場，價值在於稀缺和環境。隨着 EKVE 的開通，交通問題紓解，它的價值反而會更加的穩固。第二就是投資者的高密度市場，價值在於租金回報。背靠猶大這個超級租客它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現金流生意。蘇艾龍它再也回不去以前那個純粹的世外桃源了，它現在是一個更成熟、更複雜，但也是很有活力的一個大學城。它的基礎設施在經歷了10年的陣痛過後，終於開始追上了。如果你是投資者來講，你要看的是猶他周圍的 condo lot 算你的人都有。那如果你是自住者的話，你要看的那些比較離校園比較遠的 land， 享受你的環境，還有 EKVE 帶來的便利。一個蘇艾龍2個不同的世界，你是屬於哪一個世界呢 ？OK， 今天就來到這裡了。你對蘇艾龍有什麼其他的看法？你是在那邊讀書，還是住在那邊呢？歡迎在下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故事。我是Vincent Lai，如果覺得這支影片有意思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出去。最後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我們下一個影片見。